这条款你们只能接受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条款表面上是对等互惠，实际上是把技术差的成本全部转嫁到我们头上。第13条的附加税条款比正常标准高出10个百分点，这是国际惯例。国际惯例，龙国不是100年前的龙国，现在的我们不接受任何不公平的条款。要想合作，就要拿出诚意。想玩把戏，我们奉陪到底。我们欢迎真诚合作的朋友，但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讹诈。好，我们改。终于结束了，这帮老狐狸真难对付。快下看！好痛！难道就这么死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是被广告牌砸了吗？这是哪儿？这身体，我的脸怎么变成这样了？1983年，海城红光针织厂，陈醉，我穿越了，穿越到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胖女人身上，还是80年代的工厂女工。原主是厂长的契约妻子，贪吃好赌，虐待小姑子，偷卖客户名单，就连这婚都是用下三滥的手段结的。这么烂的摊子，怎么就落我头上了？红光针织厂核心客户联络表，这不是原主偷卖的那份吗？怎么还剩半截？南一哥，我已经按你说的把名单复印了一份。南艺，杨南艺，原主偷资料是被人指使的。原来原主不是主犯，是被人当枪使了。既然老天爷让我占了这具身体，那这烂摊子我就得收拾干净。陈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呀，这是能免费看的吗？这8块腹肌，这人鱼线，这……你在这儿鬼鬼祟祟干什么？我刚过来，我不知道你在里面洗澡。不知道？这宿舍就这么大地方，你会不知道？陈醉，你以前不就是凭借这种下作手段才逼我签下那纸婚书的吗？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要是故意的，就让我天打雷劈。够了，我受够了，这种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他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，以前的陈醉从来不解释，只会撒泼耍赖。签字。离婚协议书。我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为了应付上级的审查，保住你的户口和工作。现在工厂都快倒闭了，没必要再演下去。你偷卖资料的事我暂时不追究，签了字，你我两清。离了也好，原主惹的这些麻烦，确实没有人会愿意和他结婚。就是可惜了这么帅的男人，我都还没享受过。等等，陈醉，你想什么呢？好，我签。你就这么签了？给。你又想搞什么花样？以前你可是打死都不肯签的。以前是我糊涂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工厂都快倒闭了，没必要演了。我同意离婚。你是沈念？别打我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不打你，我以前对你不好，以后不会了。原主常年虐待这个丫头，甚至想把她卖给老头子做媳妇儿，也难怪她怕我。这姑娘才17岁，还是个孩子。沈念，
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现在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不会再打你、骂你，也不会算计你。你哥已经跟我签了离婚协议，我不是你嫂子了，但我欠你的，我想弥补。真的？老板，这条裙子拿给我妹妹试一下。好嘞，丫头跟我来，里面试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家念念穿什么都好看，这个也适合你，去试试。各位，情况我不多说了，核心客户资料泄露，订单全丢，库存积压了整整3万匹布料，工资已经2个月没发，上级下了最后通牒，下个月再没转机，红光厂正式宣布破产。厂长，我们也都尽力了，设备老化，技术落后，现在又出了内鬼。就是那个陈队，要不是他偷卖客户名单，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300多个工人的饭碗全毁在那个肥婆手里。是啊，厂长，陈醉做出这种事儿，被开除也是活该。只是可惜了全厂上下几百号工人，都要跟着喝西北风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务之急是找到出路，骂人能把订单喊回来。市外贸交流会是最后的机会，如果能签下外贸订单，拿到最新的生产设备，不仅厂子能救活，而且还能有更好的发展。厂长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儿？慌慌张。陈队他要把沈念卖掉，现在就在镇上裁缝部交易呢，有人亲眼看见的。这个毒妇！厂长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2条裙子都包起来吧。好嘞，一共18块。陈醉，沈雀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念呢？沈念呢？你把他卖哪儿去了？你干什么？我问你，沈念在哪儿？你把他卖给谁了？你怎么下得去手？陈醉姐，你就算再恨厂长，也不能拿沈念出气啊！她一个无辜的小姑娘，你把她卖给谁了？你说出来，厂长也许会原谅你。你们脑子有病吧？我卖沈念，她是人不是货，我卖她干什么？你少装蒜！工人亲眼看见的，你带沈念来镇上就是要卖她。你以前就打过这个主意，想把沈念嫁给镇上那个60岁的老男人换彩礼。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？原主确实想要用卖沈念的钱去赌来着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清楚了吗？我带沈念来买衣服，不是卖她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卖人了？一进门就动手动脚，厂长的威风就是这么摆的。哥，嫂子是带我来买裙子的，她还让我多试几条，说女孩子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她说以前对不起我，想弥补我。抱歉，是我冲动了。哎呀，原来是一场误会。陈醉姐，你也真是的，早点说清楚嘛，看把厂长急的。这次确实是我误会你了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我确实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，我想回红光厂上班。陈醉姐，你都被开除了，而且你之前做的……我之前做错了事，我承认，偷卖资料是我的责任，我认罚。但工厂现在缺人，外贸交流会是工厂最后的生机，我想帮忙渡过难关。他好像确实不一样了。好，明天你去厂里报道，市外贸交流会即将召开，这是工厂的最后生机，但厂里目前极度缺乏专业翻译，我必须立刻前往市里周旋，争取参会资格。那不是陈醉吗？他怎么回来了？听说他又来祸害咱们厂了，这种人还有脸出现？偷卖资料的人怎么还有脸回来？要是我，早就找条河跳下去了。闲言碎语罢了，正事要紧，嘴上争高低没意思，拿实力说话才是真的。
李工，各位主任，市外贸交流会就在这几天，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。我听说厂里缺专业翻译。没错，厂长去市里跑名额了，可翻译的问题一直悬着，没有专业翻译，即便拿到参会资格，也没法跟外商沟通。我可以担任外贸翻译，我精通英、日、德等8国语言，熟悉外贸和针织专业授予。你精通8国语言，你连字儿都认不全吧？就是，吹牛也得有个限。小陈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，交流会上出错，丢的是整个厂的脸。李工，我没开玩笑，如果做不到，我甘愿负任何责任。哟，陈醉，听说你要回厂上班，还当翻译？就是这个男人，哄骗原主偷卖客户资料，来得正好。杨经理，陈醉，咱们认识不是1天2天了，你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想借着翻译的名头在厂里混吃混喝吧？这样，当场测试一下，这份带有汉文和东欧文的技术文件是外商寄来的合作意向书，若你连这都译不了，就是骗子。可以，从哪里开始？先从简单的开始。请翻译以下外贸术语：不可撤销信证、离岸价、不可抗力。不可撤销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最安全的支付方式，由银行担保，一旦开立，未经各方同意，不得撤销。离岸价，经运港船上交货，货物越过船舷后，风险由买方承担。不可抗力，指无法预见、无法避免的情况，可导致合同延期履行或解除。碰巧知道几个词而已。我再问你，针织品的密度规格和纱线支数用俄语怎么说 Losnes Trikataya Numer Praji。杨经理，你的俄语发音有点偏莫斯科口音，建议多听列宁格勒广播，纠正一下。这真会啊！文件上的东欧文部分我也看了，这份合作意向书里的术语可不简单，双面提花针织机、针速转换装置，这些都是精密针织设备的专业术语，不是普通商务东欧语。杨经理，你确定这只是普通的合作意向书？这些术语我认得，确实是针织机械的专业词汇。小陈，没想到你还真懂。李工，我懂得不止这些。文件上的汉文部分还提到了几个工艺参数，我可以一一翻译。算你运气好，小陈，你就是咱们厂里等的翻译人才，这次市里的外贸交流会就靠你了。小陈，刚才那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已经跑通了关系，外贸交流会的资格总算是拿下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刚好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交流会的翻译人选定下来了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是谁啊？等到那天你就知道了，绝对是个大惊喜。好，那我就在市里等着我们的翻译官到来了。是厂长从市里打来的电话，外贸交流会的参会资格正式拿下了。姐，你回来了，厂里的人没为难你吧？没事儿，都解决了。沈念，帮我做件事儿。什么事？你说。我要减肥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跑步，饭量减半，不吃肥肉和猪油。你当我的监督员好不好？好，我帮姐姐。1、2、1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陈醉姐，加油啊！我一定要瘦下来。厂长，这次的外贸交流会对我们厂至关重要，这一批新型的生产设备一定要拿到手。听说日本国经常在合同里面设置翻译陷阱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别被他们钻了空子。放心吧，李希说他是在夜校学过3年日语的，有他在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我已经在咱们厂找到了非常专业的翻译官去帮助你签约，你可一定要等翻译官到了再签约。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妹妹念念怎么样？陈醉在家没出什么幺蛾子吧？你放心好了，念念一切正常。至于陈醉，他变化很大。我觉得你和陈醉的婚姻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。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啊，你就知道了。沈妾哥哥，外贸交流会的各国代表都已经到了，我们走吧。这次交流会后，我就会被提拔为厂里的经理。
等你和陈醉那个肥婆离婚后，就让我妈跟你去提亲。陈醉同志，市里的外贸交流会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启程吧。知道了。给龙国红光厂的协议准备好了吗？放心，协议都是用日语写的，就连我们的专家都看不出这协议的漏洞。只要龙国代表肯在协议上签字，数十家工厂加起来，我们就能白赚5个亿。很好。沈先生，这是我们拟定的合作条款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请签字吧。再等等，我们的翻译还未到场。你们翻译如果一直不到，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吗？你身后这位小姐不就是翻译吗？怎么，她不懂日语吗？谁说我不认识了？哎，你们龙国人真有意思，你们的日语是倒着学的吗？我只是太紧张了。别紧张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夜校学过3年的日语吗？这上面都是专用名词，我还没有学到。沈先生，龙国竟然派一个初学者跟我交流，这分明是看不起我国。日本国代表，不要动怒嘛。沈先生，我劝你啊，赶紧把合同签了，免得让人家笑话你。不收回你说的话，我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的。这样，你们在座的所有龙国人，如果谁能用日本说出这份合同的内容，那我们日本国就愿意让利5成；但如果不能，那沈先生……沈雀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学艺不精，拖累了你。如果我会外语就好了。在座的同志，如果有哪位能够念出合同内容，我保证将回报出我能给的最高礼遇。沈先生，看来你们龙国人永远学不会我们的高级语言。今天的签约盛况，我国的记者会通过镜头把它传播给全世界，到时候全球的人都会知道，龙国人就是文盲。如果我会外语就好了。谁说我龙国没有人学会你们的语言？这发音竟然如此标准，是谁？日本国代表，我是龙国红光针织厂的翻译官陈醉。沈先生，看来你们龙国确实没人能读懂这份合同，最后给你5分钟，签还是不签？条款还没弄清白，我不能签。沈先生，别固执了，你们龙国没有专业翻译，这事实。签了字，至少还能保住工厂。沈雀哥哥，要不……你闭嘴！还有3分钟。谁说我龙国没有人学会你们的语言？这发音竟然如此标准！我是龙国红光针织厂的翻译官陈醉，这份合同我来翻译。你是陈醉？厂长，翻译官到场，合同可以重新审视了。你怎么说了这么多？李希同志，现在不是讨论体重的时候。日本国代表第3条写着设备引进费500万，第7页备注却规定设备只能在日本国指定场所使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为了保护设备安全。那这条呢？技术参数不得外传，维修必须由日方操作。我们花了500万买的不是设备，是一纸租约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厂也在跟日本国谈设备，我们也是。各位，建议大家都检查合同备注，同样的陷阱可能不止一份。一个小小的翻译，懂什么国际贸易？我懂得不多，但足够看穿你们的把戏。合同暂停签书，等翻译官逐条核实完再谈。沈先生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的应该是你们。厂长，这条是陷阱，表面上500万买设备，实际上只是买了使用权，而且是在他们指定场所的使用权。指定场所？对，设备必须放在他们的工厂里，由他们的人操作，我们连碰都不能碰。那这跟租有什么区别？比租还贵，500万买一堆废铁，核心技术永远拿不到手。
等于花钱买枷锁。这是国际惯例，你们龙国工厂没有自主技术能力，我们提供场所是。还有这条，合同签署后，技术参数不得向第三方透露。我们想学习改进，不行。维修必须由日方技术人员操作，设备一旦损坏，必须等他们从日本派人过来，但停产损失全由我们承担。500万，买了一堆规矩。沈雀哥哥，别听他的，签了合同，至少工厂能运转；不签的话，一直接不到订单，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。李希同志，你在夜校学过3年日语，这些条款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份合同，红广场不会签，除非删除所有霸王条款，重新拟定。申先生，你的翻译官很会说大话，但你们龙国有句老话，过了这村没这店。我们还有句老话，便宜没好货。500万买来一推枷锁，这买卖我们不干。陈翻译官，你不签，有的是工厂想签。汉思国代表，您最好也查查自家合同，日本的备注条款，说不定也送给了你们一份。各位，签外贸合同之前，一定要仔细看备注页。正文再漂亮，备注里藏的才是刀子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沈先生，我最后说一次，合同签不签由你决定，但后果自负。你怎么看？日本代表，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一句话，只要龙国有人能用日语读出这份合同内容，日方愿意让利5成。我是随口。很抱歉，我录下来了，在座各位也听到了。只要龙国有人能用日语说出这份合同的内容，那我们日本就愿意让利5成。日本代表，请问你要反悔吗？日本代表当众承诺让利5成，如今矢口否认。这是误会，我当时是……不是误会，在场所有代表、各国记者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日本代表，你们日本人向来说话算话，不会当众食言吧？沈雀哥哥，别逼太紧，万一他们不卖给我们，厂里300多工人怎么办？李希同志，签约需要厂长和翻译官双方确认才有效，你只是个秘书，无权干涉。让利5成，这话是你们日本自己说的。好，让利5成，但合同今天必须签。500万减到250万，但条款必须重新拟定。今天只签意向书，正式合同3天后谈。3天？3天，给我们准备公平合同的时间。你们日本不是最讲信用吗？红广场，你们龙国工厂只配拥有这样的合同，没有我们的设备，你们什么都不是。王厂长，你们厂跟日本国签的合同，麻烦拿出来看一下。哦，好。王厂长，你看这条，跟红广场合同上的翻译陷阱一模一样。什么？我签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到？张厂长，你们呢？我们也有这条，还有技术封锁4个字。各位，日本国给每一家工厂的合同都有同样的陷阱：指定场所、技术封锁、日方垄断维修，这不是合作，是控制。你们花几百万买的不是设备，是一辈子受制于人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当傻子耍？我们要求解释。日本国代表，这样做不太合适吧？商业欺诈会影响你们在国际上的声誉。你血口喷人，这是正常的商业条款。正常的商业条款，那为什么不敢写在合同正文里，而是藏在备注页？为什么每一家工厂的陷阱都一模一样？日本国代表，今天的事，你需要给所有龙国工厂一个交代。日本国代表，请问你对多家工厂使用同样陷阱条款是何居心？这件事我们会如实报道。够了！这件事我需要向总部汇报。刘长往前退！日本国代表，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，谁也别想走。对，给我们一个说法。这是误会，
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2个选择：第一，重新准备公平合同，筛除所有霸王条款；第二，与所有龙国工厂为敌，后果自负。日本国代表，我建议你选第一个。龙国的市场很大，失去它得不偿失。总部来电。是，我明白了，按总部指示办。总部指示，重新拟定合同条款，今天的签约推迟到3天后。陈翻译官，我记住你了，咱们走着瞧。随时奉陪。陈翻译官，多亏了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厂就栽进去了。应该的，咱们都是龙国人，理应互相照应。以后有事儿您随时找我。沈雀哥哥，陈醉也太咄咄逼人了。刚才万一日本人不再卖设备给我们，我们厂就神仙难救了。陈醉做得对，商场如战场，如果我们只会一味妥协，换来的只会是变本加厉的欺负。厂长，3天后正式谈判，我们得准备好，他们不会轻易让步。你今晚住哪儿？我住招待所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今天多亏了你，你变了。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变好了。交流会圆满结束，总算告一段落了。小陈啊，今天你可真是给咱们红光厂长脸了。要不是你，咱们厂这几百号工人的饭碗可就砸了。李工言重了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咱们是一个厂的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别谦虚了，是你凭借出色的翻译能力和敏锐的商业视觉，不仅帮红光厂收破了东倭国的合同陷阱，更让红光厂在众多工厂面前赢得了尊重和声誉。记忆中那个好吃懒做、只知道撒泼耍赖的人，与眼前这个从容自信、才华横溢的女人判若两人。她真的变了，变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沈雀哥哥，交流会结束了，咱们也该回去了吧？你自己先回吧。沈雀哥哥，我想跟你一起走。去吧。陈醉，你别得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发动机被人动了手脚，线路全剪断了，这是蓄意破坏啊！切口整齐利落，用的是专业工具，不是普通的小偷小摸，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东倭国是报复。我们在交流会上坏了他们的计划，揭穿了他们的合同陷阱，他们不想让我们回去跟其他工厂联合抵制，这是要短我们后路。没错，切口太专业了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个程度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让我们回不去，没法跟其他工厂通气，这样他们就能逐个击破，继续用合同陷阱坑害其他厂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回去。天快黑了，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已经走了，这荒郊野外的，连个修车铺都没有。只能先在旅馆住一晚，明天再想办法修车。几位住店？是的，要4间房。不好意思，就剩2间了，1间大床房，1间双人间。就2间？大床房要结婚证才能住，你们什么关系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住个店还要查这个？行，夫妻可以住，登记吧。不是都签了离婚协议吗？他这是怎么还随身携带结婚证啊？那个，我睡地上吧。地上凉，你睡床上，我打地铺。那怎么行？你是厂长。陈醉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？这个虽然签了字，但要3个月后才能正式生效。为什么？上级说要审批，审批期3个月，说
如果3个月后还是执意要离，才算正式离婚。所以这3个月里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。是，结婚证还在，户口还在一个本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以前的陈醉偷卖资料、虐待念念、赌钱欠债，我签协议是想断了这段姻缘。可这几个月你变了，你帮厂里挽回损失，对念念好，还站上了交流会的舞台。我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。睡吧，明天早起。你睡了吗？沈雀，陈追，你起来，陈追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陈醉，晚安。这女人睡觉怎么这么不老实？我昨天不是在床上睡的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早。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还行，你呢？不太好。为什么？某人睡觉不太老实。我没干什么吧？你猜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刚买的桂花糕和红糖馒头，还有小米粥，吃点吧。你专门去买的？起得早，顺便。好吃，你也吃，你尝尝嘛。还行。厂长，车修好了，轮胎布好了，发动机也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咱们准备出发。李希同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回厂了吗？李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东西落在交流会了，回来取的。沈雀哥哥，你们怎么回去？我开车。那我要坐副驾，我晕车，坐后面难受。陈醉，你坐前面。沈雀哥哥，你坐后面，开窗通风不会晕车的。陈追，你别得意，沈雀哥哥迟早是我，谁也抢不走。回来了，是陈醉同志回来了。任翻译官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厂就完了。我们这300多口人的饭碗全靠你呀！大爷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咱们是一个厂的人，厂子好，大家才能好。姐姐，你真厉害！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翻译官。好，姐姐等你长大。嫂子，叫那么大声干什么？
陈醉同志、沈厂长，请你们站到一起拍一张合影。沈厂长，笑一下。我不会笑。那就板着脸吧，反正你板着脸也挺好看的。陈醉同志，你是咱们红光厂的大功臣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就是跟咱们全厂过不去。这是我穿越到这个时代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真挚的温暖和接纳。这些工人，他们记得我的好，这份认可比任何荣誉都珍贵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请进。厂长，有人找。沈厂长，打扰了，我是市外贸局周明远。周科长，有失远迎，快请坐。不知道周科长前来是为呢？今天我是专门来感谢陈醉同志的。我要不是你及时揭露东倭国的合同陷阱，海城至少有3家工厂会上当，到时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，甚至可能影响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。周科长严重了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。不，你做得很专业。在现在这个年代，女性做外贸翻译本就少见，何况你还精通8国语言，熟悉针织行业授予，这种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。周科长过奖了，陈醉确实有能力。沈厂长，我想向上级推荐陈醉同志，让他成为我们市外贸局的常驻翻译专家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这对红光厂打开国际市场也有很大帮助。陈醉同志的名声打出去了，外商知道我们有专业翻译，合作意愿会更强。陈醉同志，你感兴趣吗？周科长，陈醉是我们厂的翻译官，外调需要厂里批准。沈厂长，你这是舍不得放人？沈厂长，你这是舍不得放人？我只是为厂里考虑，他走了，厂里的外贸工作谁来做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走正规程序，向厂里发函申请。沈厂长，你可别卡我。沈厂长，陈醉同志是人才，人才放在哪里都会发光。红光厂固然重要，但也要为他个人的前途考虑。这件事儿，你再想想，我等你的回复。厂长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周科长说完？我只是说实话，你走了，厂里的外贸工作谁来做？真的只是因为这个？那你觉得是因为什么？我就随口问问。周科长的提议，我会考虑的。你的前途也很重要。那你好好考虑。去准备一下吧，晚上厂里给你准备了庆功舞会。各位，这次外贸交流会能圆满解决，多亏了陈醉同志。来，大家一起敬他一杯。谢谢大家，我以果汁代酒。陈醉同志，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好啊。他不能跳。沈厂长，跳支舞而已。陈醉是我们红光厂的翻译官，他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跳舞。沈厂长，这是陈醉同志的自由，但她是我的妻子。这小子可算开操了。沈雀哥哥怎么会直接承认陈醉那个贱人是他的妻子？他之前不是最讨厌别人提起这件事的吗？原来如此，哈哈哈哈！沈厂长，既然你们是夫妻，那你更应该请陈醉同志跳一支舞啊！我不会跳舞。不会，我教你。来，跟着我的步子，左右左转，放松，跟着我就行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跳舞的？秘密。这个沈厂长醋劲真不小。狐狸精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看来我必须得想想办法。可以松开了。哦，抱歉。这批货要出口欧洲，针脚密度得再调细一个。欧洲客户要求高，差一丝都不行。明白了，陈翻译官，您看看这个成不？
这个密度还不够，再细拌上。好，我这就调。陈翻译官，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都怀孕了还不知道好好爱惜身体，你这是经常吃饭不规律，有些营养不良，回去好好调理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什么？我怀孕了？不是吧？我穿过来之后和沈雀根本没同房过啊！难道是原主去世前就怀上了？我这也太亏了吧！恋爱都没谈，肚子里先揣了个崽儿。发什么呆呢？通知家属过来帮你拿药。医生，我怀孕的事能不能先帮我保密？你这是……拜托您了，我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生下他。行吧，你自己决定。我和沈雀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虽说还没有彻底离婚，可若是沈雀她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我听说你晕倒了，担心死我了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杨经理，请你放尊重一点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装什么？咱们俩什么关系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？你不是一直喜欢我吗？要不然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偷偷给我传红光厂的客户资料？为什么要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帮我做事？就你这副自私自利、油腻算计的样子，给沈雀提鞋都不配。原主到底哪根筋搭错了会喜欢你？杨南一，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对你从来没有半分情意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将来更不会有。没有情义？骗谁呢？当初你为了讨好我能给沈雀下药，费尽心思爬上他的床，逼他跟你结婚，不就是为了留在沈雀身边，方便帮我偷情报吗？原来你嫁给我是为了他。沈雀，你别听他胡说，这是污蔑。沈厂长，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他是真心想嫁给你吧？他从头到尾心里只有我，跟你结婚不过是拿你当跳板，方便给我递消息。我当初以为你就算胡闹，也是对我有几分心意。为了保你名声，我应下这场婚姻。我以为你只是一时糊涂，没想到你所做的一切，竟然全是为了帮他偷取厂里的资料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……够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辩解。你看，他信了。陈醉，回到我身边，我不会像他一样对你。陈醉，你看见了吧？沈雀哥哥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。你这种偷鸡摸狗、心思不正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得到沈雀哥哥这样的男人。你再说一遍，我说你不配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、只会靠算计别人过日子的肥婆。打我！我打你是教你怎么说话。我和沈雀之间的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背地里做的那些勾当，别以为没人知道。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杨南一，我们把话说清楚。陈醉，我知道你刚才是演戏给沈雀看。从前的陈醉是蠢是糊涂，才会被你花言巧语蒙骗。但现在的陈醉已经清醒，我和你之间早就一刀两断。你以后不要再打我的主意，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陈醉，你别后悔。我从不后悔做的决定，你好自为之。沈雀，我们谈谈。沈雀，我们谈谈白天的事。对不起，白天是我太激动，是我不该不听你解释，不该转身就走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一听说你晕倒在车间，心都慌了。我怕你出事，怕你真的不要我，怕你心里真的只有杨南一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事，你到底怎么了？白天你明明那么生气，为什么突然……我知道你怀孕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明明让医生保密了。我去问了医生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扛着。陈醉，别离开我，也别不要这个孩子，好不好？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不管你接近我的初衷是什么，我现在只想要你和孩子留在我身边。沈雀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陈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是以前的陈醉了？以前那个贪吃懒惰、偷卖资料、虐待念念、被杨南一蒙骗的陈醉已经不在了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，
和他只是同名同姓，却完全是两个人。我知道这件事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我没有骗你。我来到这里接手这具身体才1个月的时间，我没有给你下过药，没有想过利用你，更没有对杨南义有过半点心思。我做的一切都是想弥补原主的过错，想保住红光场，想对你好，对念念好。怪不得你的变化那么大。所以，你这段时间的所有改变都是真的。你对我、对念念、对工厂的好，也都是真的，全都是真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。你不觉得荒诞吗？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我是个妖怪。我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也不管这身体以前是谁，命这个东西本来就数不清。你来了，厂子活了，念念笑了，这就够了。沈雀，别哭了，明天还要回厂里开会，周科长说要带好消息来。你要是顶着2个核桃眼去，人家该以为我欺负你了。好，地上凉，以后你睡床上吧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不管以前是哪个世界的人，现在的我就是陈醉，红光针织厂的翻译官，沈雀的妻子。嫂子，你起得好早。念念也起得早啊，昨晚睡得好吗？好，我梦见嫂子变成了大英雄，所有人都给你鼓掌呢。那念念想不想也让别人给你鼓掌？想。那今天开始跟嫂子一起学外语好不好？以后咱们念念也能当翻译官。早晨凉，别感冒了。谢谢。哥，你好偏心，只给嫂子披衣服。各位，好消息，下个月海城将举办首届国际商务翻译赛，是咱们和东倭国的专场对决。上头为了推动外贸改革，特意组织的重大活动。邀请赛，具体是什么形式？东倭国会带本国最先进的翻译设备来参赛，胜出者不仅能拿到海城外贸局颁发的特级翻译资质，还能赢得一笔巨化外贸订单的优先签约权。多少订单？3000万，而且是连续3年，总计近1亿。3000万，咱们厂1年的产值才多少啊？连续3年，那咱们厂子就再也不用担心后续发展了。3000万，要是让陈醉赢了。陈队同志，我已经向上级正式推荐了你，代表咱们海城参赛。你在交流会上的表现，省里都知道了。我？没错，这次比赛不仅关系到红光厂的前途，更关系到咱们龙国翻译界的脸面。陈队，龙国需要你。你什么想法？我去，为了厂子，也为了证明咱们龙国的翻译水平不输给东倭国的机器。听说了吗？陈醉要去参加翻译邀请赛，和东倭国比，3000万订单的优先权，真是肥差呀！他现在在厂里的地位那么高，沈雀还一直护着他。要是再让他赢了比赛，这厂子以后就是台说了算。她一个外来的女人，凭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比赛当天总会出点意外吧？机器会故障，人也会出状况，你说呢？你想干什么？走着瞧。你要是也想让他摔下来，就乖乖配合。陈醉，别怪我，是你逼我的。沈雀哥哥本来应该是我的。嫂子，你在准备比赛吗？这次比赛不简单，东倭国会带来最先进的翻译设备，嫂子得做好准备。设备能比嫂子还厉害吗？机器有机器的长处，速度比人快，但人也有人的优势，灵活能应变。那嫂子一定能赢，嫂子是最厉害的。念念，如果嫂子赢了比赛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想让嫂子永远留在这里，不要走。傻丫头，嫂子不走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陈醉同志，一路上辛苦了，今天先熟悉场地，明天正式比赛。不辛苦，比赛场地在哪儿？在3楼的大会议厅，我带你们上去。沈厂长，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才能进内场，您在观众席等着。我在大厅等你，万事小心。放心。看见那个了吗？东倭国首席商务代表田中一郎，他这次带来的是他们最新研制的同步翻译机，据说能实时翻译6国语言，反应速度0.5秒。同步翻译机，这位就是龙国的陈翻译吧？我在报纸上看过你的照片，交流会上的翻译做得不错。田中先生，幸会，谢谢夸奖。这是我们东倭国最新款的同步翻译机，
反应速度0.5秒，准确率99.9%。贵国有这样的设备吗？我们龙国不需要机器，有人就够了。人，哈哈哈哈，人的反应再快也快不过机器。陈翻译，明天的比赛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科技的力量。田中先生，比赛比的是实力，咱们赛场上见真章。好，明天见。本次比赛采用人机对战模式，东倭国同步翻译机为一方，龙国翻译官陈巨为另一方。比赛共分3轮，第1轮实时口译，考验翻译速度和准确度；第2轮笔译速度，比拼处理大量文件的能力；第3轮多国语言混合翻译，考验综合水平。每轮由裁判组现场出题，确保公平公正。有信心吗？有。等等，光是比赛太无聊了。既然是和龙国之间的较量，不如加点彩头。什么彩头？如果我们东倭国赢了，龙国要将海城港未来3年的针织品出口优先权让给我们东倭国。这不可能！海城港的出口权关系到整个省份的经济命脉，怎么能拿来当赌注？怎么，龙国不敢赌？可以赌，但如果你输了呢？什么？如果你输了，东倭国在华的所有针织设备代领权全部无条件交给红光针织厂，而且连续3年以市场最低价向我们供货。你，田中先生，敢赌吗？我赌。有把握吗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有把握，但如果我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，就不配当龙国的翻译官。首届国际商务翻译邀请赛现在开始。第1轮实时翻译，将汉斯语合同翻译为英语，题目由汉斯国代表提供。关于纺织机械进口合同的第3条售后维修条款，卖方应在交货后12个月内，对因材料或工艺缺陷造成的故障提供免费维修服务。看到了吗？0.5秒响应，分毫不差。陈翻译，请。第3条，卖方保证在交货后12个月内，对因材料或工艺缺陷造成的故障提供免费维修服务。维修范围包括更换损坏部件、调整设备参数。这翻译比机器还快。如买方自行改装或使用非原厂配件导致故障，买方概不负责，但卖方有义务在接到通知后72小时内派出技术人员到场检修。不可能！第1轮，龙国沉醉，翻译速度更快，术语更准确，语序更自然。龙国胜。这只是第1轮，机器需要预热。第2轮，笔译速度，你们不可能赢。我们东倭国的机器处理大量文本是它的强项。第2轮，笔译速度，请工作人员发放试题。这是一份东耶语商务合同，共20页，要求在30分钟内翻译成中文，准确率优先，速度其次。20页30分钟，这根本来不及啊！够了。完成了。不可能！你才写了15分钟，我们机器还在扫描。术语精准，行文流畅，没有错漏，甚至比原文表达更清晰。翻译机出现3处术语错误，2块语序混乱，还有一段关键条款翻译错误。第2轮，龙国陈醉胜。我不服！前2轮是你们运气好，第3轮我要加难度。田中先生，比赛规则赛前已经定了，不能临时更改。这份文件由12国语言混合写成，而且文字顺序完全打乱。别说人，就算最先进的计算机，也需要至少1个小时才能整理翻译。12国语言，还要整理乱序，这太难了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要不别接了，2轮已经赢了，够了。可以，我接，但彩头要加倍。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除了之前约定的所有条件，东倭国还要向龙国公开道歉，承认龙国的翻译水平世界一流，并且在国际商报上刊登道歉声明。好，但如果你输了，龙国不仅要让出海城港出口权，你陈醉还要当众承认龙国人永远比不过东倭国的科技。一言为定。这根本看不懂，乱成这样，怎么翻译？启动最高解析模式，请。
全功率模式下只需要40分钟。40分钟太久了。那你需要多久？10分钟。我只需要10分钟。陈醉，别逞强，这是12国语言。周科长，信我。10分钟，陈翻译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是12国语言混合文件，连我们的翻译机全功率都需要40分钟，你一个人10分钟。我说10分钟就是10分钟。田中先生要是不信，可以拭目以待。安静！鉴于双方都已接受挑战，现宣布第3轮比赛将在2个小时后进行，中场休息。我看陈翻译不是在说大话，是在逞强吧？一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，何必在外面抛头露面、自取其辱呢？在我们东倭国，像陈翻译这样的女人都该待在家里，好好当个花瓶。田中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就是，女人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也找个能10分钟翻译12国语言的女翻译官来。田中先生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是个花瓶，但可惜你连一个花瓶都比不过。10分钟后，我会让全世界知道，龙国的花瓶也能把你东倭国的翻译机碾得粉碎。你八个，那个陈醉竟然当众羞辱我！你们是谁？龙国人，来干什么？田中先生，我叫李希，是红光厂的秘书。这位是杨南义海城服装公司的销售经理，我们是来找您谈合作的。合作？你们龙国人刚才还羞辱我，现在跟我谈合作？田中先生，我们跟陈醉不是一路人，相反，我们是来帮您对付他的。哦，说说看。陈醉那个女人，仗着自己会几门外语，目中无人，她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我的位置，我的前途，还有我喜欢的男人。他坏了我的生意，还毁了我的计划。田中先生，没有人比我们更想让他输掉比赛了。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我合作？您感兴趣的海城港出口权、红光厂代理权，只要让陈醉在决赛开始时无法出场，就算他自动认输。到时候所有彩头都是您的。继续说。只要让他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内没法出现在比赛现场。好，我信你们一次。只要你们能帮我赢下比赛，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们丰厚的报酬，还会和你们的工厂合作，给你们源源不断的订单。合作愉快。陈翻译，这是饭店为您准备的鲜榨果汁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花姑娘，漂亮的花姑娘。你干什么？滚开！别挣扎了，你喝了那杯果汁儿，现在浑身没力气吧？乖乖听话，做我的女人。是谁派你来的？反正你也要身败名裂了，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是田中先生的助理。你敢碰我，我让你死！花姑娘脾气还挺大，我喜欢。听到了吗？陈醉在里面叫呢。只要他被那个东倭人玷污了，沈雀哥哥一定会嫌弃他，抛弃他。到时候你就有机会嫁给沈雀了。没错，沈雀哥哥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只要陈醉这次比赛失败，红光厂背上违约的罪名，所有订单都会转到我杨南义的服装公司，这买卖划算。比赛马上就开始了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陈醉呢？他不是说在休息区准备吗？李工，您看见陈醉了吗？好像看见他往那边休息间的方向去了，说是想躺一会儿。去多久了？有一会儿了。沈厂长，
比赛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了，这么着急去哪儿啊？我去找陈醉，他可能出事了。什么？那快去！这最后一场若是超时不出现，会被判定我们自动认输，结果是我们不能承受的。陆科长，麻烦您和李工去比赛现场拖住他们，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。我去找陈醉。陈醉，你千万不要有事！别挣扎了，没用的，你叫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。不如乖乖做我的女人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你做梦！我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碰我。到了我手里的猎物，还没有能逃掉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陈醉，陈醉，你在哪儿？啊！我的眼睛！贱人，我要你死！放开他！住手！你敢动他，我杀了你！别打了，饶命啊！你给我听着，再让我看到你碰他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永远爬不起来。比赛已经开始了，你就算打死我，他也不能及时赶到了。我们东沃国赢了。陈醉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沈缺，我没事。比赛，别怕，我带你走。裁判组长，比赛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了，龙国的陈醉翻译还没有出现，这算不算自动认输呢？按照规则，超过15分钟未到场，视为弃权。各位都听到了，龙国的翻译官临阵脱逃，他是被我们东日国的先进机器吓跑的。田中先生，时间还没到，请你耐心等待。哼，还要等多久？龙国人难道连遵守规则的胆量都没有吗？如果陈醉再不出现，我们只能判定龙国弃权，自动认输。我要求再等10分钟。陈醉同志一定是遇到了突发情况。不等了，裁判组长，我要求立刻宣布结果。鉴于龙国翻译官陈醉未能按时到场，李希、杨南义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宣布，龙国怎么会这样？龙国的翻译官在这里，第3轮比赛可以开始了。田中先生，让你失望，10分钟翻译12国语言，我准备好了。开始计时。第3轮最终对决，计时开始。汉斯语第1段针织品关税协定第3条修订版，高露语第2段技术转让条款补充说明，大毛语第3段原材料供应限制条件，西语第4段物流运输保险条款，普语第5段付款方式特殊约定。不可能，全功率模式怎么会卡死？陈醉，加油！6分钟了，他写了7页了，完成了。9分43秒，你确定全部译完了？12国语言共8页，全部完成了。哼，完成又如何？我们翻译比的可不只是速度，还要看术语语序逻辑是否准确。我看你不过是空有速度罢了。是啊，陈醉选手，你确定现在就要交稿吗？不再检查检查？我确定现在交稿，我对自己的能力有绝对的自信，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既如此，我们现在就对陈醉选手的翻译稿进行审阅。哈哈哈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有很多错误？我就说，人怎么可能和机器比？就算你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100%正确。12国语言全部正确，术语精准，逻辑通顺，比原文更清晰。我当了30年翻译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实力。我不信，让我再看一遍。确实全部正确，一字不差，甚至
还指出了原文件中的一处普语错误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田中先生，现在你还认为龙国没有好的翻译吗？我可是连你们最先进的翻译机都赢了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经裁判组一致认定，第3轮龙国陈最胜。本次国际商务翻译邀请赛，龙国大获全胜。你做到了，你真的做到了，我就知道。是我们做到了。让我们恭喜龙国翻译官陈最获得本次国际商务翻译邀请赛特等奖，这是属于我们龙国翻译界的荣耀时刻。谢谢，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成绩，更是红光场和龙国的荣誉。在颁奖结束前，有一件事必须当众说清楚，带进来。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绑我的人？这是侵犯人权！田中先生，你的助理在休息间对陈最图谋不轨，还下了药，你怎么解释？竟有这种事？这是真的？大哥，你说什么啦？田中先生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想销毁证据？不是我，这个助理自己发疯，跟我没关系。田中先生，这就是你助理留下的。田中先生，这件事你必须给出交代。我没有，就是田中先生让我干的。他说只要陈最上不了场，我们就赢了。他还说事成之后给我一大笔钱，让我回东倭国享福。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？就是你。你让我给陈最喝加了迷药的果汁，你说这是为了东倭国的荣誉，你说陈最太嚣张了，必须给他教训。田中一郎，这种卑劣手段是对整个国际商务交流界的侮辱，更是对比赛规则的践踏。你这样的人不配和我们龙国的翻译员同台而论。哈哈哈哈！真是好笑，就算是我又如何？看看你们龙国人伪善的嘴脸，竟连自己内部出了叛徒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龙国人当中有叛徒，你们赢了比赛又怎样？还不是互相争斗的跳脚小丑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给我说清楚，叛徒是谁？是他们来找我说帮我搞垮陈最。不是我不认识他。田中先生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们什么时候见过？证据？这是你亲手写的纸条，告诉我陈最的休息间房间号。李希同志，你是红光场秘书，为什么要勾结外人害自己人？不是我只是……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只是嫉妒他，他什么都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想让沈雀哥哥看看我，我只是想得到我应得的东西。是他，都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说陈最挡了他的路。杨南翼，你无耻！明明是你说的，只要陈最输掉比赛，你就能拿到红光场所有订单，是你一直在怂恿我。你骗我帮你偷资料，你说会帮我嫁给沈雀，你说陈最是障碍必须除掉，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，现在出事了你就想把我推出是顶罪。李希，你被开除了，从今天起你再也不是红光场的人，你的档案会如实记录你今天做的事，海城不会再有工厂录用你。沈雀哥哥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从小就想嫁给你，我只是想让陈最离开，我不是坏人。喜欢不是伤害别人的理由，你的爱太肮脏了。你走吧，从今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杨南翼，你的外贸从业资格永久吊销，海城不会再有人跟你做生意，你的公司也会被列入黑名单。你这种人不配做外贸。周科长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你给陈最机会了吗？你给他下药的时候想过他吗？你想过他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们输了，不是输给我，是输给了自己。我代表龙国外贸局郑重宣布，即日起，龙国断绝与田中代表团的一切商务合作，所有合同作废，所有协议终止。陈最，这事儿没完，等着瞧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田中先生，走好，下次记得带个更厉害的机器来，花瓶等着呢。本次邀请赛圆满结束，龙国翻译官陈最以全胜战绩赢得比赛，让我们再次祝贺他。
还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龙国的翻译水平世界一流。我们回家吧。好，回家。这个女娃子不得了，咱们龙国出了个人才。是啊，这样的翻译人才百年难遇。嫂子，比赛怎么样？赢了吗？快告诉我。赢了，大获全胜。我就知道嫂子最厉害了，你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。累了一天，先坐。念念，去给你嫂子拿双拖鞋。好嘞。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喝点水，润润嗓子。沈雀，我想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想开办一个外语补习班，把我掌握的外语知识教给更多的人，让龙国有更多专业翻译人才，不再被外国人欺负，让咱们的工厂能自己看懂合同，不再上当受骗。现在外贸发展这么快，但专业翻译人才太少，很多工厂想跟外国人做生意，连合同都看不懂，被坑了都不知道。我想办个外语补习班，专门教外贸实用的外语。想法好，我支持你。厂里的工人和外贸公司都需要这样的学习机会，咱们厂很多老工人也想去，就是没地方去。嫂子，我也要帮忙，我管学生发资料、整理教室，我还可以帮学生签到，我还可以帮忙打扫卫生。好，念念就是我的小助手。办学需要场地、教材，还要招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场地我去找，教材我自己编，招生先从小范围开始，口碑传开了，自然有人来。第一步是找到教室。这是厂里的奖金，你先拿着用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咱们什么时候去找场地？现在就去吧。现在就去。嫂子，都走了5条街了，一个合适的都没有。再找，一定能找到。有志者必竟成。想办补习班？做梦！我会让你开不了门。出租，念念快看！租房子的？对，大爷，我想租您这栋楼办个外语补习班。不租不租，之前租给过人办班，闹腾的邻居天天投诉。你们走吧。大爷，您先听我说完，我保证不闹腾，安安静静上课，绝不打扰邻居。教人学外语，你一个女人，开什么玩笑？女人不好好在家待着，出来办什么班？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就不能教书了？我刚在国际翻译赛上拿了冠军，您看看，这是外贸局发的奖状。我教出来的学生以后都能跟外国人打交道，给海城争光。真的假的？一个女人还能拿冠军？大爷，我嫂子可厉害了，她会12国语言呢，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行吧，先试1个月，闹腾立马走人，房租30块，先交押金。一言为定，谢谢您大爷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嫂子，这地方好旧啊，到处都是灰。旧没关系，收拾干净就能用。咱们自己打扫出来的教室更有感情，以后咱们在这里上课会更有成就感。不错，有教室的样子了。嫂子，咱们的教室真漂亮。这才刚开始，以后会更好。嫂子，你为什么想办补习班啊？因为我想让更多的人学会外语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外国人欺负了。咱们龙国有太多人因为不懂外语被坑被骗，我想改变这个现状。嫂子，那教材怎么办？我自己编，针对外贸常用场景，编一套实用教材，从基础对话到合同条款，一点点来。念念，帮我写几份招生告示，贴到街上去。写什么？海城首家外贸实用外语补习班，免费试听3节课，包教包会。授课老师，国际翻译赛冠军陈醉。免费试听？那不赚钱啊？第一批免费是为了口碑，口碑好了，后面自然有人来。这叫放长线钓大鱼，眼光要放长远。做生意讲究的是信誉。要是能学会外语就好了。外贸公司招工都要会外语的，我不会，连门都进不去。谁教我们啊？镇上连个像样的外语老师都没有。
各位想学外语，来我的补习班吧，免费试听，我就是老师。哇，这个老师好漂亮。这老师是个女的，能行吗？反正免费，听听呗，不行就不来了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Welcome to my class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外语课堂，我是陈醉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教大家最实用的外贸外语，不是书本上死板的语法，是真正能跟外国人谈生意的语言。学外语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让咱们的工厂、产品走向全世界，让外国人知道，龙国人不比他们差。咱们不用求人，咱们自己能谈。老师，我一定好好学，我要学会外语，去跟外国人谈生意。老师，我想学英语。老师，我想学东欧语。好，从英语开始，只要肯学，我一定教会你们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办补习班的陈醉，他的翻译冠军奖是假的。假的？不能吧？报纸上不都登了吗？报纸能信吗？他那是走了后门，他什么水平我还不知道，大字不识几个。人心难测呀。办补习班就是为了骗你们的钱，先免费试听，后面肯定乱收费。他以前偷卖工厂资料被开除了，现在换个花样骗钱罢了，你们可别上当。胎儿发育得很好，一切正常，孕妇身体也不错。医生，他之前被下过药，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？我真的很担心。放心，时间不长，药量不大，检查一切正常，胎儿健康，你们放心。太好了，吓死我了。看把你紧张的，医生都说没事了。预产期年底，不要太劳累，注意休息。有什么事儿让家里人做。你是孕妇，不是超人。从明天起，补习班我帮你盯着，你不要太累，每天最多2节课。我才刚开始办，你就想让我当甩手掌柜？孩子和身体最重要，补习班可以慢慢办，但你不能累着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哥，我来帮嫂子，我管学生发资料、打扫卫生，嫂子的事就是我的事儿。好，有你们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孩子会健健康康的，我保证。这一句 "What is your best price" 是外商最常说的，意思是你们最低价是多少？大家跟我读 What is your best price？ 陈老师，如果对方压价太低，我们怎么回？好问题，你可以说动别动！你们是谁？什么狗屁补习班，骗人的东西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你就是陈醉，办假班骗钱的那个。我的补习班合法办学，免费试听。谁告诉你们我骗钱？少废话，弟兄们，给我砸，让他开不了课。够了！你们凭什么砸我的教室？凭你骗钱！弟兄们，继续砸！我没有骗钱，我的学生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问他们。问个屁！杨经理都说了，你的奖状是假的，补习班就是骗钱的。陈老师没有骗我们，他教的特别好，我的英语进步特别大。对，陈老师是免费试听的，1分钱都没收，我们自愿来学的。陈老师教我们学外语，是为了让我们不被外国人欺负，他不是骗子。不许欺负陈老师！不许欺负陈老师！这杨南叶，杨南叶，果然是你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大家看看，这位就是告诉你们我骗钱的杨经理。杨经理，各位弟兄，你们被利用了。杨南义跟我有私怨，他故意散布谣言，借你们的手来砸我的班。你们想想，他要是真的正义，他自己怎么不动手？杨经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没有。各位大哥，陈老师真的教得很好，我是纺织厂的工人，学了1个月，已经能看懂外商的邮件了。陈老师没收我1分钱。我是供销社的，陈老师白天教课，晚上还帮我们改作业。他要是骗钱，谁会这么拼？杨经理，你不是说这边骗钱吗？
你拿我们当枪使，弟兄们差点闯大祸。姓姚的，你拿我们当傻子耍！你们给我等着！站住！骗老子干活，老子先收拾你！嫂子，教室都毁了。没事，收拾一下，还能用。陈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们要是早点站出来就好了。不怪你们，刚才那种情况，你们能站出来替我说话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陈老师，我们一起收拾。对，我们不能让那些人得逞。陈翻译官，听说有人砸你的班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厂里听说这事后，李工让我们几个过来帮忙。兄弟们，动手！陈翻译官帮了咱们厂那么大的忙，谁敢欺负他，就是跟咱们全厂过不去。谢谢大家。说啥谢不谢的？你的班办得好，咱们海城的外贸才有希望。明天照常上课。陈醉，3个月的期限快到了。我知道，当初签的时候我是想离的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能。可现在，我不想让你走。陈醉，你的坚强才华，对念念的好，对厂子的好，我都看到了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，但我会改。我想跟你过一辈子。你终于说出来了，我等这句话等了很久。你愿意？愿意，从一开始我就愿意。怎么样，离不离啦？不离了，某人把协议书都撕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离婚的，哥你太棒了。沈雀，当初结婚太仓促，连婚礼都没有。我想补办一个真正的婚礼。我想穿上嫁衣，在所有人面前堂堂正正嫁给你。好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像样的婚礼，让全海城都知道，我沈雀娶到了全海城最厉害的陈醉。我当伴娘，我要帮嫂子选嫁衣，我要帮你们写请柬。嫂子，这件好看，你穿上一定像仙女。太艳了，我想简单一点的，婚礼不用太奢华，只要真心就好。这件怎么样？好看，简单又大方，嫂子穿什么都好看，这件特别适合你。这位同志眼光真好，这是咱们店里最新款式，中西结合，现在最流行了。那就这件了。沈厂长和陈翻译的婚礼必须要热热闹闹，我把全场都叫来，不醉不归。外贸局必须送份大礼，陈醉不仅是你们红光厂的厂长夫人，更是整个海城功臣。我想简单点，但有纪念意义，请厂里工人和学生一起来，不用太铺张，真心就好。都听你的。要准备喜糖、请柬、酒席、花生红枣，好多事儿啊！放心，有我们大家伙在，一定能办得妥妥的。工人们都会来帮忙的。李小姐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现在可是丧家之犬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田中先生，我知道你被陈醉害惨了，我也是。你也恨他？他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最爱的男人，我的前途，我的尊严，我恨不得他死。那你找我想怎样？陈醉要办婚礼了，我要你在婚礼上绑架他，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消失。你疯了！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用我自己换，你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是你的人。你现在的处境，在东野国回不去了，在龙国寸步难行。你有钱吗？你有地方住吗？有我帮你，你至少能活下去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到时候陈醉随你处置，我只要他永远离开沈区。婚礼那天，我会带人混进去，等仪式进行到一半就把他拖走。记住，别伤沈区，我只要陈醉死。哥，红绸带挂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，对称才好看，真好看。还没穿上呢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穿什么都好看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了？我去看看酒席准备好了没有。婚礼中午开始，
等新娘子出来敬酒的时候，从后门进去，把人拖走。明白。都准备好了。放心，等陈醉消失后，你的沈雀哥哥就会回到你身边了。记住，别伤沈雀。知道了，滚吧，别让人看见你跟我在一起。来来来，工人们坐这边，学生们坐那边。李工，今天你可得喝2杯。不了不了，老了，酒量不行了。你们年轻人多喝点。来了来了，新娘子来了！各位来宾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咱们红广场的功臣陈醉同志和咱们的好厂长沈雀同志正式结为夫妻。新郎新娘一拜天地。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太好了，嫂子终于正式成为我嫂子了。祝厂长和嫂子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谢谢大家。就是那个穿红旗袍的。下！你们是谁？快走！嫂子，嫂子，不好了，陈老师被人带走了。陈醉！行了，陈嘴，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？田中一郎，你绑架我，只会让自己更惨。更惨？我现在被东国驱逐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这全都是因为你。你还有命，但如果你今天伤害了我，你就连命都没了。退路？我没有退路了。有，你现在放下刀，放了我，主动投降，至少你还能活着。不，我不能一个人倒霉，我要你陪我。李工，你绕到后面，堵住后门。好。周科长，你守在外面。放心。放开他！绑了他们！没事了，我来了。对不起，太晚了。不晚，你来了就好。我宣布，沈雀先生和陈醉女士正式结为夫妻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真正的妻子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真正的妻子。嫂子，哥，太好了！晚上酒席继续，不醉不归。祝厂长和嫂子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嫂子，那些坏人以后还会来吗？不会了，他们已经被抓起来了。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
我知道。以后咱们一家人就安安静静过日子。嫂子，让我听听宝宝在干什么。动了，宝宝在动。他在跟你打招呼呢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把我当瓷娃娃了？吃个苹果还能噎着？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是2个人，我得加倍小心。哥，你也太紧张了，有我在，嫂子不会有事的。就你话多，去把院子扫完。知道啦。沈雀，你说宝宝会像谁？像你，聪明、漂亮、坚强。那你可吃不消，一个我就够你头疼的了。多少个你都行，我乐意。怎么了？肚子疼？没事儿，就是动了一下，小家伙踢我了。别动，我去拿早饭。不用这么紧张，预产期还有几天呢。嫂子，早饭来了，小米粥加鸡蛋，我亲手煮的。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？我在观察，看有没有什么异常。沈厂长，我是孕妇，不是病人。嫂子，预产期是哪天来着？后天。后天？那我得赶紧把去医院的东西准备好。怕吗？不怕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哥，嫂子进去多久了？3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别急，生孩子需要时间。陈醉那么坚强，一定没事的，你得稳住。是啊，放开心，第一次当爸爸都这样。陈醉，你一定要平安。生了，是孩子的哭声。恭喜沈厂长，是个男孩，6斤8两，母子平安。我们的孩子，陈醉，我们有孩子了。好小啊，好可爱。哥，让我看看。让我看看孩子。在这里，我们的孩子，你辛苦了。陈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一切。小宝贝，我是姑姑，以后姑姑教你写字，教你外语，好不好？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叫沈安，平安的安，我希望他一生平安。